听众朋友们，好久不见。在这一期的节目里，我继续和大家讲讲我外婆年轻时候的故事，以及我妈妈小时候的生活。上次我们讲到，外婆终于被带到了媒人家，2天里，她只吃了1个粽子和1个馒头。在媒人家，她终于吃上了晚饭。第2天，媒人带了我的外婆和外婆的爸爸去了我的外公家。一到门口，2人都傻眼了。外公家的样子和媒人所吹嘘的一点都不一样。外公的爸爸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当作壮丁抓走了，去打仗。那时外公只有3岁。外公上面还有1个哥哥，下面还有1个弟弟。哥哥正在上小学，弟弟还在他母亲的肚子里。外公他爸爸离开以后，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。外公的爸爸下落不明，没人知道他在哪里，是活着还是去世了。一家人只能靠外公他妈妈生活了。外公他妈妈一个人要养活一家4口。外公的妈妈从小裹小脚，走路不方便。很多古代的汉族妇女裹小脚。古代人认为女人的脚越小越好看。家长用很长的布条把小女孩的脚一圈一圈的包起来，这样子做会阻止脚正常长大。时间长了，脚的形状就像是1个粽子，前面尖，脚背高。我妈妈记得她奶奶的小脚，奶奶的小脚被长长的白布条裹得结结实实的，然后穿在鞋子里，鞋子也很小，只有洗脚的时候才把白布解下来。外公生不逢时，出生的时候没有赶上好时代，没能上学。兄弟3人，也只有外公没上过学。外公的一生都在地里干活。外公妈妈省吃俭用，从不浪费，辛勤持家，努力生活，好不容易积下了一点钱，买了几亩地，好让外公兄弟3个只要勤劳种地就有饭吃，不至于饿死。但是在40、50年代土地改革的时候，外公家的土地都被收走了，家产也陆陆续续的被收走了，只剩下空空的房子。等到外公要娶媳妇的年龄，那空空的房子也很旧很破了。有个成语家徒4壁，意思说家里面穷到什么都没有，只剩下4面墙壁。轮到外公要娶媳妇时，没人看得上外公家。外公自己又老实，外公的妈妈只好托人给外公找外地的女人。因为外婆和她爸爸不懂余姚话，外公一家也不懂苏北话，2家人只能靠媒人翻译。外婆的爸爸问媒人，为什么外公看起来不像小伙子，看起来年纪很大。媒人骗他说，外公只比外婆大了5岁。
说余姚这边的传统是男人干活，所以显老，女人生活清闲，可以享福。外公的妈妈白白净净的，很漂亮，外表看起来很年轻，所以外婆父女俩就相信了这5岁的年龄差。本来外婆的爸爸是想给女儿找一户好人家，至少能吃上饭，但是看到外公家这个样子，就想反悔，换个人家。可是没人不乐意了，如果外婆不嫁给外公，媒人就拿不到外公出的介绍费了。媒人说要毁约可以，但是要另外收外婆爸爸100元钱。外婆爸爸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，怎么还能拿出另外的钱呢？外婆自认命苦，就在余姚外公家留了下来。那时外公已经36岁了，媒人收了他150块的介绍费，外加100斤的粮票。在上一期的节目里，我讲过，当时在生产队，成年男人一天只能赚3角5分。到36岁，外公才攒了一点可怜的积蓄，在东家借一点，西家借一点，才凑够了媒人的介绍费。现在拿他找了老婆。那晚的饭菜很好。第二天，外公妈妈带着外婆去做了2件新衣服和1双新鞋。3天后，外婆下地干活了。1礼拜后，外婆和外公结婚了。因为外婆没上过学，看不懂字，是个文盲。盲人看不见东西，文盲看不懂字，所以学习语言对她来说特别艰难。学习余姚话的艰难让她更加想家。结婚第1年的很多日子都是在眼泪中度过的。外公的妈妈会做点零食给外婆吃，安慰她。这种日子持续了1年半。1年后，外婆终于能听懂一些了，慢慢也会说一些了。大家也许听过最近几年很流行的一个理念 Comprehensible Input。 这个理念在中文里翻译为可理解性输入，通过听和阅读大量适合你水平的内容，从而来提高你的语言能力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听多了，看多了，自然而然也就会说了。我的外婆是个可理解性输入语言学习的先锋者。刚结婚的那段时间，外婆不仅不会说余姚话，她也不会烧饭。当时余姚农村里烧饭用土灶，灶台下面烧柴火，其实和我现在去野营差不多。烧饭前要先收集干柴、稻草，灶下面的火点着了之后，需要把柴一根一根慢慢地塞进去。老式灶在室内，也没有排气系统，有时又加上连续下雨，稻草又湿。烧个饭的时间，外婆总是被烟熏得眼睛都张不开。她煮的饭底下是焦的，中间是生米，上面是粥。结婚3年后，我的妈妈出生了。等我妈妈2岁的时候，我的舅舅出生了。外婆在我妈妈5岁的时候，和外公一起去算命。算命师傅通过你的生辰8字，就是你的生日，还有你的相貌，
来预测你以后的人生。外婆这才知道，原来外公比她不是大5岁，而是比她大18岁。在我妈妈7岁的时候，外婆才第一次回苏北。之前她想回老家，总是被千方百计阻拦着，因为外公怕她一回到苏北就不回余姚了。虽然外婆说妈妈小时候没吃过什么苦，但是我看来，妈妈小时候日子依然非常艰辛。我妈妈是个70后，从5、6岁有记忆起就常常挨饿。所谓的吃饭，也就是喝粥，粥也是稀粥。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，要一家分到1年里吃，所以每一顿只允许拿1小把米，然后放上1大锅水，煮1大锅稀粥。粥也已经不是粥了，是一锅水，加上锅底盛着一点点泡开了的饭粒而已。一家人喝稀粥，以至于常常尿裤子，尤其是冬天，天气越冷越会尿裤子，一有尿意就憋不住。后来生活慢慢有些改善，喝粥时可以配上一小块豆腐乳吃。豆腐乳是用发酵过的豆腐做的，味道咸咸的。有兴趣尝试豆腐乳的朋友们，可以去中国超市买。我住在多伦多，多伦多的中国超市里都能找到豆腐乳。我妈妈每天的3餐就是稀粥加一点点豆腐乳。豆腐乳也不能多吃，每次也就用筷子蘸一下，吃多了要被外公骂败家子，太浪费了。分田到户开始后，土地虽然仍属于国家，但政府把土地分给每家每户来种。我妈妈读初中的那会儿，家里分到了一块1亩2分地，大概是700多平方米。土地是根据家庭人数分配的。我妈妈家里4口人，所以他们分到的地少。虽然地少，但是有了地后，日子就不一样了。外公外婆一心扑在那1亩2分地上，精心照管，除了种水稻、麦子等自家吃的粮食作物，还种些经济作物来卖钱，比如西瓜、地瓜和豌豆。妈妈的一家人终于能吃饱饭了，不但能吃饱饭，而且还能吃上菜。每年外公外婆把应缴的粮食上缴给国家以外，还会留下一家4口人吃的粮食，再卖掉一部分换钱补贴家用。每年一到收水稻的时候，每天一大早，天还没亮，他们一家人就要下地干活。那时妈妈才11、12岁，也要一起帮忙。他们先用一种弯弯的、小小的刀来割水稻，这种刀子叫做镰刀。水稻要一颗一颗割下来，然后一小把一小把的放好。等整块田里的水稻都割完了，他们把脱粒机抬到地里，这个机器一转，就能把谷子和稻草分开。打下来的谷子上还有很多很细的小毛，这些小毛很扎手，叫谷芒。他们再挑谷子到空地上，把谷子甩起来，让风把谷芒吹走。
接下来的日子就要把谷子晒干。每天一家人从天蒙蒙亮忙到天黑，累得不得了。有的时候，外婆、外公也会去集市摆摊，卖掉一些他们种的农作物。去集市的那天，凌晨2、3点就得起床，然后挑着扁担或者推着木车走去很远的市场。扁担是一根很长、有点软的竹竿，人们把这根竹竿扛在一个肩膀上，扁担的两端各放一个篮子，篮子里面可以装东西。推车的时候，我的外公在后面推，外婆在前面拉。但是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分到了田，虽然一斤菜只卖1分钱或者2分钱，也卖不出去。很多新鲜的菜卖到中午也卖不掉，拿回家里去，最后吃不了这么多，只能烂掉。除了卖菜，外婆也养了鸡，也卖鸡蛋，也卖比如大米、小麦的谷物。妈妈经常跟着去卖菜，在市场上坐上大半天，就因为有时候外婆给她买一个3分钱的烧饼。烧饼的外皮有点微微烤焦，金黄色，又香又脆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谢谢你的收听。我在下一期继续和大家讲讲我妈妈读书时的故事。